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继续讲中国反隐形雷达研发纪实系列。第一篇第6章，伊拉克北上扎湖。摘要：扎湖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一个小城，在这里建设了传说中的飞鸽传输，以及号称金钟罩的高纯石英纤维雷达罩，并利用当地的雷达场站探索预警机的指挥模式。正文：第二天一早，跟纳杰营长请假，再回去一趟。纳杰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这么快就来回2趟。他倒不是怀疑什么，只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我没说什么特殊的事情，有些备件的事情要跟国内汇报一下。同时也叮嘱纳吉，由于雷达提升了探测水平和抗干扰能力，请他安排对所有雷达侦测到的目标都要进行记录，不要遗漏。说完，我就带上记录磁带就回去了。在2000年左右，光盘才刚刚出现，大部分电脑仍然使用3寸盘甚至5寸盘作为存储介质，雷达所需的数据存储量非常大，因此通常采用类似录音机一样的记录仪，使用的是转盘式的磁带，一盘磁带大概可以记录10G左右的内容。即使这样，一个磁盘也只能提供半到2个小时的记录时间。相对于硬盘，磁带记录仪比较稳定，也容易整理和保存，因此一直到现在，部分地区仍然在继续使用，甚至被作为巨型计算机的存储介质。有些老古董其实并不一定真的老，看你怎么用。现在的信息传递用的是光纤，但是当时没有光纤，当然也没有顺丰快递，是吧？就只能自己亲自跑一趟，这也是最稳妥的办法。直到回到办事处，才发现自己还不算什么，涛哥才是个中高手啊！他用的居然是飞鸽传输，涛哥太牛逼了！我把磁带交给资料室，请他们第一时间发回国内，然后给张主任发了邮件，汇报了昨晚的侦测情况。因为大家都出去了，办事处的人也不多，我就去2楼准备休息一下。刚刚走到2楼，在走廊向下看去，就看到纳基姆在院子里放一个鸽子，感觉挺有趣的，睡意全消，就下来凑凑热闹。纳西姆告诉我，在伊拉克和伊朗有放养信鸽的传统，优种信鸽的价格甚至超过赛马的价格。直到2战期间，英国军队都从伊朗和伊拉克地区招募雇佣军，成立信鸽部队，并立下过汗马功劳。在通信还不是发达的时候，信鸽的用处非常广泛。即使到了现在，由于各个国家都比较重视电信的监听工作，信鸽又再次有了用武之地。涛哥的任务是为国产预警机提供参考资料。他去了北部库尔德地区，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区，那里横跟着扎格罗斯山脉，提供了观察北约预警机巡逻方式的绝佳地点，也利用当地的雷达场站探索预警机的指挥模式等等。别看他已经50多岁了，但是涛哥的思想观念非常新颖。他把观测到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技术分析等等资料，都用他自己带了一部徕卡相机拍摄了下来，冲洗之后将胶卷用信鸽发回办事处。其实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库尔德山区山脉延绵，虽然只是海拔2-3千米高，但是道路不通畅，这恰恰为信鸽提供了用武之地。了解了这些，感觉我跟涛哥比我自己简直是土得掉渣了。吃了晚饭就收到了张主任的回复，车间对这次侦测结果非常满意，说是等收到了记录磁带之后再进一步分析和改进。张主任跟我说，一共准备了3个波普仪，这个波普仪可以留在那边，不需要回收。我有些疑惑，但是呢没多问。我们工作的纪律就是干好自己的事情，不该问的不要问。第2天一早，我就赶回了穆沙拉赫场站。其实我在这个场站有效的工作时间只有3天，但是这次的改动量，无论在硬件方面还是在软件方面，都是数量级的提升可以说，将一套60年代水平的侦测装置，一下子提升到了90年代中期的水平。当然，这只是擦亮了他的眼睛，而他的拳头，也就是导弹的火控系统没有升级。
能不能提升防御准确率，或者说提升它的效率，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纳吉营长的支持和配合。他是电子专业的高材生，喜欢钻研，人品友好，谦逊而善良，算是高富帅的典型代表。况且这个场站维护保养水平本来就很高啊，百尺竿头就比较容易再进一步啊。行家一伸手就只有没有。纳吉营长啊，看出来我就对系统做了一些改动了，也很清楚，他的眼睛可以看得更清晰，甚至观察到了我的屏幕跟他的屏幕有所不同。他非常感兴趣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很多细节我也不方便跟他说，他也很理解，没有多问。不过我有合理的借口，那就是要帮助他连接西卡尔自行高炮，组成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技术资料在国内的时候基本没有准备，因为我们自己的自行高炮都是自己设计的啊，手里根本没有西卡尔，这就需要自己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改造升级。这个时候除了考验自己基本功扎不扎实，纳吉营长的作用也是相当的关键。白天事情比较杂，而且伊拉克太热了，40多度啊，金属表面都能炒鸡蛋了。虽然车子里面有空调，中午时分还是会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晚上就不一样了啊，到了傍晚天气就逐渐凉快下来，可以专心思考了。纳吉的家在巴格达北面，平时不用回家，也就住在军营，而且他跟一般的伊拉克人不一样，是很有理想，也很专注。晚上没事就跟我一起回来场站，也是个帮手。连接这两个系统的火控，其实的道理啊很简单。首先是保证两边有一致的工作语言，然后呢是物理连接。萨姆8系统有一个特点，为了缩小发射的有效反应时间，它的导弹是一直对着火控雷达瞄准的目标。正是这个特点才使得萨姆8有可能连接到西卡尔系统上面。就像萨姆6的话，它的导弹就不跟着雷达走，要发射以后才能校准。所以啊，如果萨姆6连接西卡尔，就需要大规模升级两个火控系统。这样一比较，萨姆8系统就显得容易得多。首先在萨姆8的火控系统里面找到空白端口，然后抄下导弹瞄准程序的技术指标，复制到空白的发送端口，再将西卡尔自带的火控系统隔离，将它的信号中继器连接到萨姆8。连接成功之后测试没反应啊，我有点晕，叫了纳杰过来商量。首先把原理跟他介绍了一下，再看一下具体的链接。纳杰也认为没问题啊，有点为难，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我们就先回军营，明天再说。纳杰跟我一样有强迫症啊，早上我才发现了，这伙计一晚上没睡啊，就琢磨这个系统来着。他重新检查了系统指令，觉得应该是萨姆8系统的指令啊与西卡尔不兼容造成的，于是早上回去重新检查了西卡尔的信号系统。老帽子当时已经有了通古斯卡弹炮合一系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萨达姆。通古斯卡所使用的自行高炮其实就是在西卡尔的基础上升级的，不同的是西卡尔用的是电容电子管传输线路，通古斯卡已经升级到了线路板设计。好在纳吉对这个东西不陌生，他采用了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穷举反推法。他是自己制作了一个测试线路，连接到西卡尔的执行装置，然后输送信号，测试执行装置的反应，以此来确定原信号的类型规格。确定执行信号的规格类型之后呢，再来确定原信号的规格类型，最后做一个转换器，把原信号的动作翻译成执行机构的语言，然后传输到执行机构。那说起来简单啊，其实一共花了差不多也有5天的时间了，没日没夜的修改测试。前面说过，雷达侦测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是不能关机的，因此测试只能在白天断断续续进行。还得说，虽然出身名门啊，家境殷实，纳吉营长还真不是像那种典型的伊拉克人那样，倒是有几分类似中国军人啊，执着、勇敢，不畏困难啊，不屈不挠。更主要的是呢，他有着艰苦奋斗、坚毅不屈的军人本色。跟他一起工作，可以感受到他的工作热情。修改之后呢，连机进行测试，感觉非常好，
看着西卡尔和萨姆巴一起随着火控的指引旋转瞄准，心里那个爽啊！随后就要进行实弹测试。高炮的实弹测试其实很简单，就是打气球，放几个气球上天啊，等到气球飞上了1000米左右的时候就开火，然后再升到2000米、3000米啊。气球是我亲手放飞的，直径大概1米左右。当时天气很晴朗，风也不大，气球缓慢的直线上升，预警雷达在300米左右发现目标。我们继续等，大概在1000米左右打了4个连射。西卡尔使用的是300毫米口径的实弹，通常一个连射40发，但是看着弹道非常清楚啊，偏了很多。预警和火控都看得清楚啊，那为什么没有命中呢？这个时候啊，负责导弹的大个子跟纳吉说了几句，纳吉点了点头，然后走到我旁边，指着萨姆巴指引车说：“导弹的火控雷达跟高炮的炮瞄雷达不一样，瞄准精度也不是一个数量级啊，那也是有道理的。火控雷达大概瞄准方向就行了，雷达信号从基站以上面发送出去。炮瞄雷达就复杂得多，还要具备弹着点纠偏、风阻测算纠偏等功能。所以呢，从设计理念来说，这个改变是有问题的，是用大炮打蚊子的方式啊，也是不可能达到设计要求的。”听到这些啊，我有点晕了，默然无语。于是跟纳吉商量，怎么样恢复系统？还有可能明天就要转场啊，也再思考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这一次与纳吉的并肩战斗，我们2个人建立了彼此的信任。纳吉说他可以送去办事处，顺便回巴格达他家里度周末。我想想也行。第二天就一起出发了，吃过早饭，一眼就看到了院子里的布加迪。纳吉让我来开啊，我装模作样虚情假意的推辞了一下，然后就顺水推舟的坐在了驾驶位。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啊，这次踩油门的时候我就很小心了啊，轻轻的踩下油门，开着布加迪上路了。当时伊拉克3号高速公路还是藏贝公路，两伊战争后由中建承建的，也是纳西姆曾经参与修建的，路况非常不错。当时伊拉克的高速啊，基本没有摄像头啊，就算现在也没有多少，这个跟国内比可差远了。因为曾经开布加迪上过时速220，所以从那个以后啊，开普通车速度上到150，就会感觉那个车子在飘啊，我就会抱怨那个车子啊，太 low 了，太差了，对吧？不能开好车啊，开了好车，一般的车就不想再开了啊。平时6-7个小时的路程，布加迪4个半小时就到了，快吧？我们直接绕过巴格达来到布拉马迪，然后跟纳吉告别。他开着布加迪再回去巴格达啊，我真的是很不舍得。不光是布加迪啊，还有纳吉。像纳吉这样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技术的私有军官，在当时的伊拉克部队中是很少见的。那真是英雄惜英雄，我们惺惺相惜啊。这次办事处的人也都很整齐了啊，江处、涛哥、魏哥都在，大家很惊讶，我居然开着布加迪回来了。像江处这样游荡东南亚和北非南美那么多年的老油子、老司机，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哇，我就是故作镇静啊，装作一副饱经风霜啊无所谓的样子，对吧？中午吃饭的时候啊，跟大家介绍了西卡尔改造的经过。这项工作并非我的必要任务，而且属于预言，因此请大家集思广益是没有问题的，不算是泄密啊。夜鹰 F117的事情就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啊。涛哥听了马上大笑了，说2年前空军派人参加巴黎航展的时候，弹炮合一系统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各国家都研发了，都推出来了，但是一般都是把防空导弹架在高炮上，很少有用预警雷达来指挥高炮的。魏哥的建议啊，是可以把肩扛式防空导弹改造一下，放在自行高炮上面。江树认为这样也会出问题，肩扛式大都是红外制导的，精度很一般，而且需要从后面攻击，因而存在角度不匹配的问题。要达到正面攻击的效果，还是雷达制导的导弹。我们组这4个人都是人精，虽然前面没说几句话，但是设计和改造的思路基本都清楚了。国内的自行高炮是根据意大利的海辐蛇
经过重新设计和加装底盘，然后入役的，因此需要配套一种雷达制导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就可以组成弹炮合一系统了。而萨姆6和萨姆8基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我这个时候也明白了，并不是老毛子不想改，而是根本就改不了，太老了啊。第二天一大早，我准备动身去下一个场站，位于北部摩苏尔附近的扎湖，正想着跟大家告别，结果涛哥说他也要去扎湖，让我等到中午跟他一起出发。在前面3个场站工作的时候啊，我通常都是一大早出发，争取中午就能赶到场站。但这一次涛哥要我中午出发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没多问，上午就在办事处待着，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也跟张主任报告了一下情况。想起来好久没有跟家里联络了，就发了一封邮件给我哥，问问家里的情况。我们做外联的时候通常不会跟家里联系，一方面怕家里人担心惦记担心也没用，干着急，我们不可能透露半点工作性质和工作地点的信息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家人的安全考虑，邮件的特点是收件人搞不清楚寄件人的情况，这个是最方便的。吃过午饭就跟着涛哥出发，涛哥在车顶上绑了个笼子，里面是几只宝贝信鸽。往北的路不太好走，因为南部是两河流域的平原，再往北首先是没长草的荒原，然后进入扎格罗斯山脉，就开始了崎岖的山路。到达摩苏尔的时候已经快到了晚饭时间，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跟涛哥告别，我就赶去了扎湖场站。到了那边又经过了大半天时间。扎湖场站是一个雷达站，处于库尔德人聚居区，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挺太平的，后来几个人鼓捣着闹独立，对，就那么几个人但是萨达姆借此扩大了打击面大大小小抓了不少人。很多人本来没有独立的这个倾向，但是眼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被抓起来了，甚至被折磨致死，必然心生怨恨。于是大家就联合起来抗议、游行、示威，然后萨达姆政府就开始镇压，导致更加激烈的抗议政府军这边也没手软，然后就慢慢发展成什么屠村了。那是真正的屠村全部杀光，男女老幼一个不留残酷当时库尔德人手里是没有武器的，政府军大开杀戒之后局势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消停了，似乎库尔德人被吓住了。但是90年代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在美英联军的扶持之下，库尔德人有了武器，当地的局势立马改观了。萨达姆基本失去了对当地的有效控制，没办法，只能坐下来谈。但是自治政权始终是个障碍，根本谈不拢，两边都没有互信也没有办法互信了。这种情况跟我们大陆跟台湾一样永远谈不拢的。你要独立根本不用谈，就谁的拳头硬听谁的，很简单佛家有句话，冤家宜解不宜结，仇恨一旦产生就没有那么容易消除了。所以当地混乱异常，军车还是可以通过的，但是晚上就没有那么太平了。这也是涛哥算好时间，我们可以在摩苏尔过夜，然后用白天时间通过这里的原因直到近些年我才知道除了鼓捣独立的那几个库尔德人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被西方策反了那几个萨达姆的基层军官。下达屠村的命令并非来自萨达姆他背锅了而正是这些基层军官，他们被西方策反之后，一边收着黑钱，一边打着爱国的名义去屠杀自己的同胞，还嫁祸给萨达姆。这其中也包括使用了化学武器屠村的事件。萨达姆知道军队行动的时候已经晚了，那边已经做了看看库尔德人那边暂时没动静，他以为跟上次一样把库尔德人吓住了，也就没有再处理那些军官。但是这是这一连串的错误做法为日后埋下了祸根。直到现在，库尔德地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估计短时间也没有解决的任何可能性。2013年本来中石油曾经拿下了伊拉克北部的合同，但是在2014年年中也无奈的撤出了。没办法，那个地方实在太乱了。场站通常都设置在人烟稀少、闲人免进的地方。从办事处到场站，
我们基本上都是坐当地安排的军车，否则也真的找不到。这个场站也非常典型，坐落在伊拉克和土耳其边境的一座山上，从这里很容易看到对面土耳其境内的动向。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的飞机不需要得到土耳其军方的同意就可以进入土耳其的领空。场站的雷达属于早期的预警雷达，监视着北部的一举一动。但是场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被清除掉了，反而这个场站还竟然在，有点摸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这个场站也没有被同时清理掉呢？也许美帝认为有没有这个场站对任务的执行没有任何作用吧。这可能也是来自于老美对于自己空中力量的信心。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更换几个电容适配器，当然如果方便也安装一套波谱仪，而且不需要跟伊拉克方面解释任何原因。沙湖场站虽然没有导弹，但是编制挺高，是旅级编制。当时的伊拉克军队有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国防军，是防御为主的，以民兵为主体的部队，还有一部分叫做共和国卫队，是精锐部队，以空军和地面装甲部队为主的。通常他的地空导弹部队和雷达部队都被编入到共和国卫队。到了场站，照理先认识了旅长，在小本子上面记下了他的名字，阿巴斯旅长。场站很大，有预警雷达和指挥雷达一共6部，监控雷达和指挥雷达在一起，有球形雷达罩，而且球形雷达罩居然使用的是高纯石英纤维。搞雷达的都知道，雷达罩对雷达侦测效率和使用寿命有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雷达罩的材料有很多种，包括增强玻璃纤维、方纶纤维、环氧树脂、氢酸树脂和石英纤维等等。增强型玻璃纤维比较常见，但是电磁波透过率相对是比较低的，而且抗 UV 就是抗紫外线的能力差一些。方纶纤维就是凯夫拉，也就是防弹衣的材料，性能不错，但是价格昂贵，保养费用太高。环氧树脂和氢酸树脂都可以作为雷达罩的材料，各有优点。我国的材料学专家把这2种树脂深加工一下，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材料，可以提供优良的介电性能和最小的损耗。在所有的材料中，石英纤维是最好的材料，当然纯度越高的石英纤维介电性能越好。普通的石英纤维石英纯度在 95% 左右，质量好的可以达到 99%， 但是高纯石英纤维的石英纯度可以达到 99.5% 以上。所以呢，我们搞雷达的看到高纯石英纤维的雷达罩，就像搞艺术品拍卖的到了卢浮宫盗墓的到了大英博物馆一样的心情心的开心喜欢的不得了老鼠掉进油瓶里了，对吧？恨不得立刻把这些东西搬回家里。咱们国家之所以采用树脂材料，一方面由于咱们的场站很多都是在高海拔或者低纬度地区太阳日晒严重，一方面也是因为咱们的树脂材料科学比较发达，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工艺技术还很难稳定加工出高纯度的石英纤维。巴比伦是玻璃的发明地，制作玻璃有差不多5000年的历史。梵蒂冈教堂的彩色玻璃和琉璃瓦都是巴比伦地区制作的，而且北部库尔德地区的石英矿本身品相就非常好。高纯度石英纤维的加工生产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场站采用高纯度石英纤维雷达罩也就不足为奇了。磨办完雷达罩，就开始进行雷达部件的更换和波谱仪的安装。同样，这个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只是目标搜索雷达部件我这儿没有。上山之前已经拿到了这个场站的备件更换清单，但是上来之后发现，这个雷达站最早是由英国人建设的，后来1968年伊拉克革命倒向了苏联，苏联人就把所有的雷达都换成了自己的雷达，只是使用的都是50年代的技术。我这次到伊拉克，其实主要负责的是萨姆6系统和萨姆8系统，但是用90年代中期的技术来升级60年代末的技术碰到50年代的纯电子管技术还是第一次我先膜拜了一番，然后看了一下需要更换的部件，老掉牙的部件那些发现自己根本搞不定。我出来带的都是线路板备件，半个电子管都没有。
端口完全不匹配，而且系统确实太老旧了，电子管的顶端都被镍和钨的蒸汽熏得黑黑的。我列了一个单子包含了建议更换的雷达型号，当然是我们厂的型号。如果他们不买我们厂的雷达，那现有系统需要更换的电子管型号，我也抄好了记录在上面，把单子交给了阿巴斯旅长。旅长正在喝茶，拿着我的清单，很意外，也带着赞许的眼光跟我聊了起来。他早年在英国留学，后来回到了伊拉克所以难怪他有喝下午茶的习惯。相对于之前碰到了场战指挥官，阿巴斯旅长的英语自然更加纯正。他说，如果碰到毛子或者西方人做维护，只会要求他们更换整个雷达，根本不会再提供建议更换备件清单。因此他觉得我们中国人非常实在，做事认真负责，不耍滑头。因此他觉得我们中国人非常值得信任。后来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这个场站就真的换成了我们厂的雷达。场站的指挥官也换了人因为阿巴斯旅长已经进入到了伊拉克新政府的空军的领导层。可能也正因为这一次的原因才使得我们工厂拿到了那一批的订单。设备安装的时候，我在其他地区没有过去不过我还专门托人给阿巴斯旅长送过去一盒碧螺春，让他尝尝中国茶叶的味道，也告诉他中国不光雷达好，中国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流的，想买什么就有什么，欢迎他随时下单。这么久的外联服务生涯，感觉建立互信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要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不怕困难也别怕吃亏，只要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商业方面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了，甚至就算竞争再激烈，生意也会跟着你跑。好，这节讲完，喜欢的老铁点赞、分享、转发、留言，谢谢大家。